不入圆通花潮不入春，千株樱花与垂丝海棠开满山坡。入夜后便赏世博园千灯夜宴，和我一起共赴奇幻森林秘境夜游吧。今天搭乘地铁5号线来到圆通山，感受被花海包围的浓浓春意。哦，好嘞，来你拿好。然后这边的话都是要到5点之前过来领取那个奖品，我们5点钟就下班了，在前面那个八角亭的位置。圆通花潮这个听起来就极具画面感的名字，并非文人的夸张，而是昆明人100年来心照不宣的春日约定。每年3月，盛开于圆通山公园的粉色花海，不是园丁精心摆放的盆花，而是2000多株樱花与垂丝海棠在山坡上肆意生长。当花期重叠，便汇聚成一片蔚为壮观的春和景明。不过这里的樱花和垂丝海棠，我有点傻傻分不清。哇，下樱花雨了。垂丝海棠花道两旁枝条聚拢成拱形，头顶是粉色的花廊，脚下是飘落的细碎花瓣，风一吹，枝头摇曳，恰如海浪般一层涌着一层向前推进。这就是属于春城的粉色时空隧道。今天不是假日，人还是不少呢。这要是假日来的话，就人山人海了。请问这里盖章吗？可以选一个喜欢的甲马带走，有4个，喜成、好人相逢、消灾解难，还有招财童子。这里的樱花是重瓣云南樱花，又名苦樱桃，原产于西藏东南部、云南西北部，花瓣为深粉红色，盛花时花色艳丽，花团锦簇，是中国盛开最早、花势丰硕的云南樱花。一旁的垂丝海棠是中国特有的植物，树形优美，枝密纤柔，鲜红娇艳的花瓣3、5成簇，花开5瓣，明艳动人。在非遗首座摊位盖满2个樱花章，就可以准备去兑换纪念品了。盖好了。好了，这个章还没干，你就先捏空白的地方。好，谢谢您。还有不少来野餐的。花潮，人潮比花潮多。国风场景，这个穿汉服来比较适合拍。哇，好多变装来拍的。
圆通山位于动物园里，进到园区需要门票20元。大人们多半是为赏花而来，我也是如此。看动物纯粹是顺带的，唯有这火烈鸟引起了我的好奇，毕竟是第一次见呢。火烈鸟和我喜爱的天堂鸟花站在一起，还真是绝配呢。第一次见到鹈鹕是在澳洲，它可是世界上嘴最大的捕鱼高手。繁花似锦，人在花海中穿行，樱花热烈，海棠温婉，一束束一重重顺着山势铺展开，阳光穿过花瓣，风掠过枝头，花影轻摇。圆通山不愧是文人雅士形容的一片会呼吸、会流动的花巢。这份春日美好早已深深融进昆明人的生活。看花不仅是赏一时春色，更是赴一场延续多年的约定。离开圆通山，继续搭乘地铁5号线，在傍晚时分来到世博园。去年夏天来到这里参与火把节盛会，今年春天来到这里，同样为了一场千灯夜宴。园区此时的花开的不多，别名立春花的虞美人却风华正盛。外购票游客，请在此购票后用现金票入园。世博园的花样中国年新春灯会，从除夕春节期间一直延续到元宵过后，虽不是免费的，需要门票30元，仍是昆明赏灯夜游的热门景点。拥有游乐设施的时光花园，更是白天吸引亲子入园的主力。我也要来挑战走弹力网。哦，摇摇晃晃，哦，吊桥。走完绳索吊桥，我也顺势体验了一次滑梯，瞬间返老还童。灯光亮起，夜游活动也要开始了。
光花丛。林间萤火点点闪烁，仿佛误入精灵栖息地。耳边听到虫鸣鸟叫，蝴蝶、蜻蜓、瓢虫翩翩起舞，进入昆虫秘境的奇幻世界。蜘蛛和蜂巢也让人不再害怕而难以亲近了。逛完时光花园的西式童话风格后，则可前往中华锦绣园的主灯区，感受中式美学带来的灯光飨宴。别有一番禅学意境的莲花灯，令人心绪感到静谧，瞬间沉淀了下来。中式建筑和灯笼搭配英文 love， 导致中西合璧而没有突兀的违和感。穿过灯光长廊隧道，可欣赏《霸王别姬》的表演。立春花虞美人的典故即源自《霸王别姬》。相传，在楚汉相争的垓下之战中，项羽被刘邦的军队围困，四面楚歌。虞姬为了不拖累项羽，拔剑自刎，香消玉殒。后来，虞姬的墓上长出了一种花朵，无风自动，四美人翩翩起舞。民间传说这是虞姬经血所化，于是就称此花为虞美人。伤心处，别时路有谁不懂？孔雀开屏可算是云南的特色花灯了。
双龙腾翔则是经典的国风元素。赏灯夜游进入尾声，接下来要赶赴一场花火盛会，欣赏非遗火壶、火刀、打铁花的热烈表演。新春灯会献祥瑞，祝福大家马年快乐顺遂，得偿所愿。别忘了继续收看我的影片哦。